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生活后院种植。我的频道和大家分享最真实、最简便实用的小家庭种菜技巧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说到韭菜，是我们华人最爱的多年生耐寒蔬菜。这里指的耐寒是韭菜的根。在冬天，韭菜的叶子会冻伤枯萎，当叶子变黄变干，营养就会回流到根部，那么保护韭菜的根部就非常重要了。剪韭菜可以在第一次霜冻之前或之后，但是一定要根据您当地的天气情况。我这里最冷的时候一般在1月或2月，所以我现在剪韭菜仍然有足够的时间让它恢复。在叶子枯萎前能长到8到10厘米是最好的，在做好保护根部的处理后就能安全过冬了。我的这些韭菜是去年秋季从另一个菜床移栽的，韭菜需要每3到5年移栽一次。为了让韭菜能够安全过冬，我们需要做以下3步。所以现在第1步，我们需要剪韭菜。我这里的天气已经很冷了，所以我剪韭菜剪得比较高，并没有贴着地表剪。在剪韭菜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些韭菜开花后留下的种子。这些种子如果您不收集起来，它会自行掉落在土里，明年长出新的韭菜。看看这些长在地里细得像发丝一样的，就是新长出来的韭菜。第2步，清理土表的杂物，拔除杂草，尽量从根部清理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明年春天杂草丛生的情况，并且避免杂草吸收原本您给韭菜的营养。毕竟我们施肥是想要给韭菜明年肥壮，而不是杂草，所以这一步也非常重要。剪好韭菜后，我们需要给韭菜施肥。草木灰是韭菜最好的肥料。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，属于不可溶物质。因为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，所以含植物所含的矿物元素，还有韭菜非常需要的钾肥。草木灰对韭菜的伤口有消毒的作用，让韭菜的伤口能够尽快的愈合，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生长。现在我家暂时没有草木灰，所以我选择在晴天剪韭菜，尽量减少感染伤害。所以大家如果去烧烤或者烧树枝剩下的草木灰，一定要收集起来，以便以后使用。因为我今年没有草木灰，所以在韭菜剪完以后，我给韭菜施了一些我手上现有的有机复合肥。在施肥的时候，要和韭菜根部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我在2行韭菜的中间开沟施薄肥。第3步，我直接把买回来的牛粪播撒在韭菜根部的周围。我这里买不到其他的动物粪肥，大家可以使用您可以买到的动物肥，比如鸡粪肥。我知道这时候肯定有很多小伙伴怕这样直接堆粪肥会烧根。首先，从我种植韭菜这些年的实践过冬经验，每年我都是这样处理，没有发生过烧根的现象。其次，冬季少量的堆粪没有像夏季强烈阳光和高温，所以产生的热量不会造成烧根，反而会给韭菜根一定的热量，起到保温的效果。要注意的是，我是薄薄的铺在土表上，并没有埋到土里。以我这里最近10年的记录来看，最低的气温是零下17度，基本上做完前3步处理就足够过冬了，所以我没有在土表覆盖任何东西，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您所在的地区非常寒冷，
那么就需要另外做一些保温措施了。您就可以做第4步，例如铺一些干稻草。我没有买干稻草，我用院子里的干草做一个演示。您从商店买来的干稻草是一捆一捆的，您只需要把它打散，像这样均匀地平铺在土表就可以了。您也可以给韭菜搭一个简易的暖棚。其实只要韭菜的根部得到了基本的保护，经过整个冬天的能量储备，来年开春韭菜就会长得非常肥壮了。如果您那里是温和的南方天气，就更不用担心了。您今年已经对您家的韭菜做好了保温处理了吗？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和大家分享，您是怎么处理韭菜根部过冬保护的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您耐心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